欢乐颂小区交付于5年前，地段良好，交通便利。1个月前，19号楼22层的2201跟2203突然凑在一起装修，合租在2202的3个女孩被夹在中间，不堪其扰，每天早出晚归才能避开噪音。樊胜美，30岁，外企资深 HR， 精于人情世故，为人仗义，一心想嫁个有钱人。可是喜欢她的没钱，有钱的又瞧不上她。眼看着美女变剩女，她只能在相亲路上越战越勇。我有料，我有品，你值得拥有。你们俩干嘛呢？樊姐，2201装了监控。樊姐，你看啊，它这摄像头好像还能这样来回这样动。装个摄像头防贼呢？里面住的什么人？我听小郑说了，说这里面的人搬来好几天了，就是没见着人影。我只看见保洁阿姨进出，连个人影都没看见。这么看来，这个人很古怪，一定不好相处。管他呢！我听小郑说，2203也要入住了。但愿是高富帅。高富帅。樊姐，今天打扮这么好看，又是约会啊？不许叫我樊姐。小美美眉。行了，姐姐我先撤了。预祝我相亲成功吧！加油，小美美眉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，小美美眉！加油！加油！走吧。我以为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铃，而是梦想，没想到呢，却是隔壁的装修声音。这下好了，再也不用听到隔壁的噪音了。小简阳，咱俩出去庆祝一下呀！咱们2个人一人1杯奶茶，再来1盒甜甜圈，怎么样？咱们再来1笼小笼包，好啊！你吃吧，莹莹。那我吃了。光棍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咱们现在比上学时候还穷？我一个月4000块钱的工资，租房子，还有基本的吃喝拉撒，还有交通，这么一算下来，工资卡基本上为负数了。要不是我爸每个月给我接济，我每天下班都不敢出去。邱莹莹，23岁，来自小城市的平凡姑娘，职场新人，直爽单纯，爱恨分明，做事莽撞。凡事拎不清的她，常让自己陷入窘境。父母一心盼望她在大城市站稳脚跟。我现在连衣服都舍不得买了，进商场纯属 window shopping。主要这工作了吧，还是有点不太好意思问爸妈要钱了。关雎尔，22岁，500强企业实习生，家境良好的乖乖女，文静内向，气质温柔。为了能在年底通过考核留在公司，不是名校毕业的她，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。可是你跟我不一样，你们这个行业，世界排名前几位的老外企业是非常正规的，只要你好好干，明年工资肯定飞快的涨。不像我们，都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哪儿。我只能期望着自己早点通过注册会计师考试了。我们这一批进公司的呀，都是什么名校毕业，我真怕像我这种排不上号学校出来的，回头再给淘汰出去。别担心了，你肯定没问题的。干杯！加油！加油！我最近老感觉我吃不饱，每天都累死了。我也觉得我瘦了。你说我要不要回老家呀？待在上海还有没有前途啊？你说我这1年不吃不喝的拼命工作，
才能买2平米的房，而且都是偏僻的地方。可是我要是回老家考个公务员，我就活得不用那么斤斤计较了。要不你考考试试？唉，别提了，我一说回家，我爸就跟疯了一样，要死要活的，说什么回家那些孩子都是没有前途的，让我在上海好好混。这不，刚给我打了5000块钱。其实说实话啊，我现在长这么大了，还管家里要伸手牌，我心里特别难受。可是我没法拒绝，我就怕我这样要着要着，就变成理所当然的了。我也是，我妈今天刚跟我说给我买了几件秋装，我都没敢吱声。莹莹，你也别太难过了啊，等你通过了注会考试就会不一样了，到时候月薪起码翻倍。你以为注会考试那么容易啊？就我这智商，肯定没戏的。小娇啊，家里又不是没给你准备房子，为什么非要住在这儿啊？你看看这个车库黑咕隆咚的，这都停着什么车呀？这都是。爸，这可停的都是好车，你看那儿，法拉利啊，宝马啊，还有这辆保时捷911，哟，这可是限量版哎！我在美国也没看到几辆，居然在这个小区能看到这辆车。哎，潇潇，往哪儿走啊？咱们就这儿啦，19号楼。哦，这边来。好嘞。谢谢，不客气。关关，说真的，我好羡慕咱们隔壁啊。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买上这样的房啊？是呀，这小区环境这么好，离地铁又近，大小格局都合适。要是能在这儿有一套自己的房子，简直就跟做梦一样。小区的环境也不行，绿化太少了，楼与楼之间隔得也太近了，跟鸽子笼似的。这是人住的地方吗？这什么电梯？哎呀，这才上来几个人就挤成这样了，比爸爸给你准备的别墅差远了。再说了，这又是公司又是出租房，里面的人员也太复杂了。你一个女孩子住在这儿，爸爸实在是放心不下。女儿愿意住这儿有什么办法？就让她在这儿先住2天，万一不行就搬家。话是那么说，那又不能委屈了咱们女儿啊。就算住公寓楼，那也得选个档次高一点的，是吧？哎呀，新楼盘那么多，是不是？到了，哪个不比这个好啊？来，到了。哪儿啊？这边。啊，站哪，来，这边。我真受不了了，什么意思啊？有钱人就可以这样吗？说咱们小区，还说什么这不是人住的地方，那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苍蝇，我们是耗子呀！就是啊，这2203看样是来了一个白富美。这有钱人跟咱们就是不一样，这多好的房子呀！这让他爸妈说的跟有多委屈似的。这2203来了个这，那201把摄像头都给装上了，也不知道防谁。要不然就别来住，要来住呢就别说那么多。咱们22楼真够可以的，不来则个，一来呢就来2个奇葩。你又在网上买东西啦？不可能，支付宝的钱都没有了。怎么，不认识我啦？我2203的住户啊，刚一个电梯上来的。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什么事儿，被我爸念叨烦了，偷摸过来给你们打个招呼。我是曲潇潇。曲潇潇，24岁，海归，古灵精怪，肆意洒脱，率性犀利，从小在关系复杂的家庭长大，
看似玩世不恭，实则真实善良，让人又爱又恨，是一朵带刺的玫瑰花。我是曲潇潇，今天我新搬过来，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，多多关照哦。你好，我叫邱莹莹。这个是关雎儿，我们两个租住在2202。你以后有什么事儿的话，尽管敲门。这么晚搬家是不是没吃饭呀？我们这儿有甜甜圈跟奶茶，你要吗？不用了，我都吃过了。对了，这个送给你们，我从国外带回来的，就算是见面礼吧。谢谢啊。哎呀，我坐了一天飞机，好累啊！今天就不打扰你们了，有时间啊，我们好好说话啊。拜拜，拜拜，早点休息啊。哇，这巧克力看上去好好吃啊！让咱们甜甜圈情何以堪？哇，我查查这是什么。大师级巧克力，太够意思了。好好吃啊，刚刚。你说咱们邻居干什么的？他那件衣服看着很普通，可是穿在身上好看死了。我倒是没看出来是什么牌子的，但我认出他那包上的毛球了，那毛球是芬迪的。我妈也有个那个牌子的包，可贵了。不过能送这么好的巧克力，这别的东西肯定也便宜不了。完了完了，正宗白富美，我现在对她羡慕嫉妒，就是没有恨。一盒巧克力就把我给收买了，太没节操了我。可不是嘛，我这刚才听他们说那些话，我心里挺不高兴的。不过我看到小曲那么热情的跟咱打招呼，我顿时就不生气了。再说了，还有这么好吃的巧克力。好好吃。再来一颗。我再来一个。哎呦，就这一间啊，这也太小了吧？结构也不好。哎呦，这家具太简单了。哎，把这些照片摆出来。这张不错。小小，小小啊，爸爸把别墅都给你装修好了，你还是过那边去住，要不干脆回家。家里那么大的房子，就我和你妈2个人住，怪冷清的。哎呀，爸爸，你坐会儿好不好？唠唠叨叨个没完了。是这房子哪有你说的这么不好呀？我一个人住这么大房子，完全够住啊。再说了，哪有长我这么大的孩子还跟父母住在一起的呀？我是回来工作的，就得自己养活自己，对吧？我这么大了，还仗着你跟我妈买别墅啊？那不是打我自己嘴吗？你有志气好，可是爸爸舍不得你这个宝贝女儿吃苦。家哪有这么娇气呀？俗话说得好，有多大本事享多大的福。要想花钱，就得是自己赚的。我现在只买得起这儿，我就住这儿。等以后多赚了钱，我再换别的房子，好吗？我知道你想证明自己，可证明自己也不一定是自找苦吃啊。不要，我现在这个岁数啊，就应该自找苦吃，吃的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爸爸，你明天不是还开会呢吗？你让刘叔先送你回去吧，好吗？怎么办呀？咱们也没给樊姐留一点。我赶紧毁尸灭迹，不让他看见。
心吧啊！哎，走了走了走了。那个什么，你们下去等我会儿啊，我跟女儿再说几句话。啊，那你快点啊！啊，你也早点休息啊！哦，拜拜拜拜。拜拜。走了。干嘛呀？什么事儿啊？你是回来帮忙的，还是回来拖后腿的？当然是回来帮忙的了。不是你急吼吼的让我回来帮忙争家产吗？哦，你还知道我是让你回来争家产的。你爸给他前妻和儿子买豪车、买别墅，手下2个公司，这每年几百万的收益，全都交给你哥了。你这好不容易啃回来了，妈妈费了老大的功夫才说服你爸给你买别墅，你倒好，偏要跑来这儿住公寓，你唱的哪一出啊？啊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战略知不知道？苦肉计懂不懂？欲扬先抑懂不懂啊？我不懂你那么多，我就知道我们家产就这么多。你要再欲扬先抑下去，那就全成了你哥的了。妈，我问你吧，是车子房子值钱，还是家里公司值钱啊？那当然是公司啊。bingo，车子房子不过是鸡蛋，家里的公司才是生钱的金母鸡。我爸当初离婚的时候啊，是净身出户，家里的家产是你跟他在一起挣的。他给他的儿子买房子买车，这我无所谓，但是公司绝不能让给别人。我住在这儿啊，就是为了让他觉得他委屈了我，想一门心思的补偿我。我瞄准的是分公司老总的位置。这招管用吗？管不管用？过2天不就知道了吗？还有，把你的副卡给我，这买房子钱我得还给人姚兵啊。哎，你不是说是你赚的钱买的吗？这你也信？这是说给我爸听的好吗？要没点体子，他敢放心把公司拿给我？我现在是刻苦上进的好青年一枚，你可千万别把我戳穿了，知道吗？我回来啦，樊姐，看样子有戏呀。没戏，还说什么精英？其实就是一小公务员儿，要求还挺多，厚着脸皮跟我说，可不可以跟我一起按揭买房啊？脑子瓦特了。那万一是潜力股呢？哎呀，都快40了还潜力股啊？这隐藏的也太深了。照这速度下去啊，估计50、60还潜着呢。谁买入谁套牢，一准能炒成股东。长得帅吗？帅，真帅，1.87米的大高个，腰以下全是腿。我喜欢。有什么用啊？是能当菜吃，还是能当饭吃，还是能出去挣钱呀？这也就是能骗骗你们这些小姑娘。真要是结婚呢，基本等同于自杀。姐这大好时光都浪费在绣花枕头上了，这好男人呀，都在跟姐捉迷藏。乖乖，你敢去相亲吗？反正我不敢，我没有樊姐的勇气跟泼辣。如果我面前坐一个陌生男的，对我东问西问的，我觉得我就能马上去死。我也不知道呀。不过我妈说了，如果我再不带一个男朋友回家的话，她的脸都被我给丢光了。没准我得好好考虑考虑，明年是不是要真的相亲了。我这是没时间呀，我还是先保住饭碗再说。坤坤，小秋野，你们说我是不是应该降低一下男朋友的标准？比如说，小破车1辆，普通住宅1套，就像咱们隔壁那个2居室。2203肯定不行，首先性别就不达标，女的呀，而且是个超级白富美。我在人面前一站，就像凤凰前面的草鸡似的，也就樊姐也能跟她比一比了。我怎么跟人家比啊？人家有房有车，我有什么呀？我就一堆破衣服。大龄少女不配谈恋爱，就配找对象。樊姐你怎么了？必须叫我姐。小美美眉。
刺激了。什么情况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我去看看。2203在开 party。别看是小区不行，装修时候费了不少功夫的。别的不说，光是灯不少钱呢。这些窗帘都是配套的，知道吗？谢啦。那个，来，我说两句。来，都安静点。我来说两句啊。这个，我们都举起酒杯来，我们欢迎潇潇回国。哎呀，我10点半就需要上床，11点得进入深度睡眠，不然我的皮肤就不行了。是啊，我更惨，我还得回客户邮件呢。这音乐咣咣一阵，26个字母全在我眼睛面前飞，我什么我都翻译不明白了。那，要不然我去说说。行，我去。你好，我是隔壁2202的，你们能不能小点声？说什么？你们能不能小点声？啊，哎，都小点声，这就不愿意了。潇潇，你这动作也太慢了，你都快等睡着了。还不怪我爸妈，全不看这小区不顺眼，唠叨半天才走。潇潇，你脑子进水了吧？你看你找的这是什么地方啊？你那败家哥哥还在那个别墅待着呢，你怎么发配到这儿来了？哎，你别发配了呀！大家静一静啊，我有话要说，过来，麦克风给我。首先呢，我要感谢姚斌替我垫钱买房子，感谢兰兰给我装修，感谢大家给我准备的 party， 谢谢大家。应该的。现在我要庄严的宣布，取消！大家都知道，这次回来的目的是给我那个败家哥哥争家产。我爸跟他的前妻离婚是净身出户，娶了我妈。辛辛苦苦赚下现在的家产，跟曲连杰没有关系。我绝不会把曲家的家业交到了曲连杰的手里。以后啊，但凡提供曲连杰有价值信息的，一律有奖。哎呦！哎呀，我的美容觉啊！怎么办呀？我这怎么一点效果都没有啊？手机。喂，物业吗？我是2202的租户，2203的业主好像在开 party。都这么晚了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我明天一大早还上班呢。业主怎么了？业主也不能扰邻呐。你信不信？你如果再不快点管的话，我就……好吧，谢谢啊。怎么样？马上上来。关键时刻就看出来这业主跟租户的差别了。今天如果是我们这样啊，他们早就上来了。还真是。哎呀，都1个小时了，吵得我脑子都晕死了。我也是，我这本来觉就不够睡，这下可好。
我这明天还加班呢，我这怎么才能起得来呀？你好，找谁？你好，我们找这里的业主。小肖，找你的。许小姐，我们是小区的物业，您刚刚搬过来，这个庆祝也是应该的，我们也理解。可是您看现在都这么晚了，您这样会吵到其他邻居的。知道了，现在是10点50，11点，再有10分钟我们肯定结束，好啦。我们也是接到其他邻居的投诉，实在没办法，希望您能配合。好，再见，谢谢啊，拜。谢谢你们。这邻居够有事儿的。这样啊，大家，今天呢，我们再玩10分钟，想撤的撤，不想撤的我们去外滩，店儿你们挑，单我来买，好，大家玩到高兴为止。警察，把音乐关了。怎么了，警察叔叔？我们刚接到报警，有人投诉你们严重扰民，希望你们马上停止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将会依照相关条例对你们进行处罚。我们这马上就撤了，几分钟的事儿，还害您跑一趟，辛苦您，辛苦您。放心吧，警察叔叔，我们这儿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。别再扰民了啊！这是第一次，给你们个警告。已经，没有下次了。好了，谢谢，辛苦您，辛苦您。抓紧时间散吧。好，让我们慢走啊。再见。什么？你这邻居行啊啊！好好的 party， 咔嚓。就是的，这也太过分了！现在才几点呢？对呀。哎，小白，来拿干嘛呀？过来。是不是你们报的警啊？什么报警啊？1次、2次、3次，我不是跟物业都说了吗？10分钟，再有10分钟我们就结束了。干嘛呀？我们都是邻居，闹得这么夸张，有意思吗？我们没报警，什么报警？干什么呀？说话就说话，干嘛这么凶啊？你们都吵了1个晚上了，我们不过是跟物业说了一声，干嘛这么凶巴巴的样子？不是你们报的警，那谁报的呀？对啊，不是你们还有谁啊？是我报的警。你谁啊你？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，你只需要知道我是2201的业主。我已经查过中国上海的噪音扰民标准，晚上10点半到第2天早上7点，超过55分贝都是扰民。如果是深夜超过15分贝，已经构成扰民。现在已经深夜12点，我用 iPhone 自带的分贝软件测试过，你房间的音乐已经超过70分贝。我报警很合理。当然，如果你有什么疑义，你也可以联系我的律师，随时告我。I need sleep. I don't want to have to tell you again. 如果再有下一次的话，我不会像今天一样等15分钟才报警，我会立即报警，而且向你索赔。我靠！安迪，31岁，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毕业，华尔街投资公司高管，拥有精准干练的言谈举止，对数字极为敏感，有超强的记忆力，性格高冷，不善与人接触。老谭，东西我收到了，我决定回国。先说好，我是为他回来的。主任 CFO 帮你收购红星只是顺便，我一找到人，随时可能离开。你帮我找个中档小区，面积够住，有公园即可。公司车程不要超过20分钟，我会尽快办理这里的离职手续。See you in China。喂，
不是吧？周六一大早就为了这事儿找我，怎么了？地方不行吗？我可是按照你的要求找的。房子没问题，邻居太烂，那帮小女生闹腾得很。行，你说换就换，本来也就是临时给你找一个落脚点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索性就以公司的名义在江边买一套房子给你吧，算是投资，你住着也方便。OK， 记得我要安静一点，人少一点。还有，段阳离公司不能太远，20分钟车程 ，OK？OK。哎呀，昨天晚上睡得那么晚，我今天都不能美美的了。哎，就是啊，我本来以为小许是个好人呢，没想到玩这么疯。要不是昨天隔壁2201报警，估计1、2点都停不下来呢。这201也够吓人的了，才办来几天呀，这又装摄像头又报警的，我看比小许好不到哪儿去。哼，他们两个呀，一个混世魔王，一个是冷冰冰拒人1千里之外。要我说呀，这2个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醒了没？干嘛呀？这没大早的。我姚斌，有重要情报啊！什么情报？你哥撞车了，刚买的兰博基尼跟人飙车来着，直接报废，微博上都传疯了。你不是要当什么有为好青年吗？大好机会啊！别怪哥没提醒你。现炸的油条，你以前最爱吃的。你在国外呀，肯定吃不上这一口。尝尝。好吃。爸分精啊。好吃。好吃吧？还是家里好。那是，那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是吧？哎，你那狗窝收拾的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，慢慢来嘛。哟，你说这阿姨去买个豆腐花，怎么还没回来？我去看看去啊。等着等着啊，吃豆腐花。爸。你给我辆车呗。你有什么车你说，只要你看中的，爸爸给你买。买什么呀？家里不是有一辆买菜用的小 Polo 吗？你把那个给我就好了。反正就是一代步工具，花那么多钱干嘛？一堵车啊，甭管是什么玛莎拉蒂呀、Lamborghini 呀，统统歇菜，跟小 Polo 一回事儿。万一要是撞车了，还贼贵的，我可养不起。对了，爸，我这次可是下定了天大的决心回来工作的。明天我就要去公司上班了，你可要一视同仁，不许欺负我哟。怎么可能呢？你是我女儿，爸爸看你有出息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欺负你啊？那行，你把最好的公司给我，我要去当分公司的老总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要去当老总？对啊。不是，傻女儿啊！你以为当老总那么容易啊？啊，你什么都不懂，你怎么管理公司啊？不懂我可以学呀，正好我学的也是金融专业，正好对口。你答不答应？你要是不答应的话，立马叫给你看啊！哎呀，女儿啊，这是个大事儿，
爸爸不能就这么答应你，你让爸爸好好想想。这样，星期一你来一下集团，是什么情况我们再做商量，好不好啊？行，周一就周一。但是你如果要耍我的话，爸爸绝不耍你，也不敢耍你。好，我吃饱了，我走了。啊？那钥匙呢？啊，在门口，在门口，来。小乔，你可行？还是女儿好啊！谁赢了？当然是我了。我这么舍得下本钱，再加上我妈在旁边扇风，我爸不可能不买账。过不了3天，他肯定给我个老总当。那是，那么破的小区你都住得下，论吃苦耐劳，曲连杰哪是你的对手？哎，对了，晚上我朋友酒吧开业，要不要一起去耍耍呀？好，正好昨天大家都没有玩尽兴，这样，你帮我团个局，晚上我请大家喝酒。还有谁的朋友想来的尽管来，正是结交人脉的好时候。行，晚上我把咱几个同学都叫上，还有我几个朋友，以后做生意肯定用得着。谢啦，把地址发给我，晚上我们见吧。晚上8点，面对酒吧。拜。白小野，哎，别关门，刚洗完澡，通通气。哦。咦，打扮这么漂亮，要去干什么呀？今天有个酒吧开业，我一朋友带我去他们的开业酒会。我穿什么呀？穿什么？哎，穿你上次10点在唯品会抢的那件衣服。啊。那件啊，是这件吗？高端大气上档次，低调奢华有内涵。bingo， 姐姐，我要换衣服了。得令。慢慢换。怎么样啊？实在太美了，樊姐，你就这打扮，今天晚上一定将你男伴收入囊中。哪行啊？那男伴啊都有老婆了。男伴有老婆？那你怎么敢去啊？你不怕他老婆半路杀过来呀？他们那种人哪会那么小气啊？再说了，姐姐我不是去酒吧玩的，今天是酒吧开业，去的可都是方方面面的人家儿。姐姐我啊是去掐尖儿的。掐尖？小秋啊，晚上你要去 Mint 酒吧吗？有没有人接你啊？没有的话，跟我一起去。不是的，你误会了，不是我去，是樊姐去。这是你包啊，好好看，什么牌子？是不是很贵啊？这个啊，我国外买的，比国内便宜多了。怪不得呢。嗨，我都忘了介绍了，樊姐。樊姐，这个是曲筱绡，咱们的新邻居。那个是樊姐，樊胜美，她是一家外企的 HR， 大美女，什么都懂，可厉害了。你好啊，小曲。是樊姐。晚上你要去Mint酒吧吗？那正好，一起去吧。我有一辆小破车。不用了，我有人接，这就是我一直不开车的原因。那不打扰了，我先走了啊。秋韵，拜拜。拜拜。我们去Mint酒吧让人掐去喽。这瘦的跟个人干似的，穿什么大牌都没有女人味儿。
哇塞，姑奶奶今天直击现场了！绿来百万名车旁边无丑女。